说荀大哥认为我是伪谍，找我走便是了。我也累了，想歇口气。可谁又不是身不由己啊？但你我这样的人太少了。刘姑娘可还记得曾赠我一只朱棣？我也保证过，不会让这只朱棣离开我分毫。它对于我来说无比珍贵，可我从未向刘姑娘回赠过。这张令牌可以让你随时出城，我只求你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循序淡忘，珍重。训导，训导，林南就在附近，我让他跟上吧。不用了，那我跟上。我都说了不用了。这件事儿不要跟司职讲。好。冯策院大驾光临，非常欢喜。司职相邀，我怎么可能不来呀？哎，这是今年刚下的新茶，请您品一品。不错。好茶。哎呀，你说这人呐，年轻的时候忙忙碌碌，一心就想着建功立业了。这年过40，才明白“闲”这一字的好处。冯策院，你为司文草建立了偌大一份基业，功勋卓著，毫无疑问。司职过誉了。没过誉，别人不清楚，我还不清楚吗？司文草初见之时，筚路蓝缕啊，确实是因为您呕心沥血，开建战、谍战，前古未有之局面，太了不起了。这话在司里说说，彼此高兴就好，出去可不管乱讲啊。记得我在天水的时候，慢慢的让曹魏对我有了信任，我就可以自由的出入书佐台。我就查看了一些文书记录，上面记得清清楚楚，冯曹院在10数年里面料敌机先，情报战屡占上风，打得曹魏措手不及。所以郭刚、郭淮每每提到您，都是赞不绝口，心生敬畏。是吗？他们怎么说呢？心机深似海，手段毒如蝎。
我冯英可担不起这10个字的考语啊！对曹魏越狠，就是对我们大汉越忠。王策源，能在对手的口里得到这样的赞誉，是不是可以笑傲平生了？哼，此之此言，似乎另有所指。啊，我还真有点疑虑，想请冯曹院指教一下。不敢当。此之的疑虑，那毕竟是非同小可，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答得上。必定能够。此事就是冯曹院一手所为，即便时间久远，我相信也不至于会遗忘的。哦，那就说说看。建安23年，李严将军驻守资中，马秦高盛因为曹魏策动造反，率领数万大兵围剿资中。只可惜，贼兵虽然声势浩大，但是不懂兵法之奥妙。李严将军兵微将寡，依然取得了上风。记得有这事儿，但毕竟是10年前的事儿，细节记得不是很清楚。不必详细，大致情况了解即可。思之，你的疑虑在哪儿？贼兵屡败之后，却突然有如神助，对我守军动态装备了如指掌。首先断了资中重兵提防的粮道，然后大兵驱入。我可不愿坐以待毙，我愿为先锋，替将军杀出一条血路。一旦资中失守，贼兵必然逼近成都。当时我记得，先帝是为了取下汉中，将大军屯积在阳平关内，所以回救那是万万不可能了。让李严将军措手不及，不得已选择弃城出逃。冯曹院当时身在成都，掌控往来军情，想必可以洞悉一些详情。当然，知道一些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思之，我知道你这一问背后的意思。当初我跟杨长史派你去曹魏，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是吧？令尊臣服，战死于资中之战。你是来找我冯英讨个公道的。那这么说来，黄曹院，你承认了在这里面有不公之处了？我该怎么回答你呢？有些事情，在开始的时候是算不到的。就像狄月，你打入无间道之初，想不到会赔上狄月的性命。你只知道必须完成自己的使命，是吗？那时，让贼兵围困资中，是我军的战略需要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那时先帝在阳平关
率诸将与夏侯渊隔江对峙。夏侯渊有大将之才，守备严密，我军始终不得其袭而入。而恰巧当时，郭淮策动马秦、高声造反，杨仪800里加急，传先帝密诏，命我冯英将自重的守备情况暗中提供给曹魏。马秦、高盛走乱辎重县郡后，魏军定军山守军果然误判了形势，贸然出击，落入了丞相早就设定好的陷阱。夏侯渊被我军阵斩，我军由此一语平王汉中。我不行。这件事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事实就是这样。谍战者，诡道也。你父亲陈福死于乱军之中，也并非谋略的本意。我冯英奉命行事，绝无虚假，天日可见。马岱将军，刘义兄，今天这里怎么这么冷清啊？这次是李严将军专门宴请，闲杂人等一概回避。在司文曹时，怎么没有听你提起？是李严将军的临时决定，属下也是刚知道。说是有紧急军情。接到陛下诏命后，大将军小苏南安，反复运筹，唯恐有所疏漏，辜负了陛下的重托呀。定军山守备方面固若金汤，李严将军尽可放心。马岱将军，佩剑。请。见过大将军。马岱将军，博山老弟，不必多礼，坐吧。丞相率20万大军再度北伐，博山，压力很大吧？将军，定军山粮库一直按标准配比，不算秋后新麦入库，也可支持大军1年。本将军奉命协调后勤，还望博瞻多多相助啊！末将分内之事，随时听候将军调遣。嗯，多谢将军。
守义是我的心腹，跟我10多年了。我这一次想把他放出去，在你那儿讨个副手，历练历练，如何？那好啊，定军山有守义坐镇，必定如虎添翼。多谢马岱将军栽培。守义兄客气了。马将军，你对当今朝中北伐南战之争怎么看呢？将军，我是军人，军人必当以执行命令为天职。当然，可今日是私下场所，你可以说一说自己的看法。这天子接听之事，犹如目前。这一次，丞相在朝中力排众议，一意孤行，倾全国之力与曹魏决战。败，则损兵折将，国力虚掷。就算他万一侥幸赢了，那更是旷日持久。劳师弥想，以目前两川之人力物力，守住先帝之基业，已敢捉襟见肘。如此穷兵黩武，非我大汉之福啊！李岩将军，北伐南战各有其理，末将身为行伍之人，唯有竭尽全力，以报陛下知遇之恩。至于这成败利钝，就不是末将能够考虑的了。哎，司者，这茶确实不错，这刚刚品出点滋味儿。那你和国海勾结，出卖斯文草的机密和外线有效的性命，也是奉命而行？那当然。难道我冯英是能为那些蝇头小利就出卖国家的人吗？杨将士后日随大军接到南城，此事不信，可以当面向他求证。我会。王才，即便你所言非虚，在国家大义之前，我的父亲和无数外线有效的性命，就应该这么死掉吗？就应该吗？没有人该死。但是在国家利益和个人生死之间，我选前者。我冯英深信这一点。司职，我们为此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绝不能前功尽弃。还望司职不要因为过往之事心生嫌隙。在下多虑了。我陈公也是知道大义之所在的人。高特敏之死是我安排的，不必问。记住，此事与你无关。小孩子在查你，无妨。
此志，你去找一趟杨正时，设法从他那儿找一道丞相府的将军令。9堂之上，少堂国策。马岱将军恪尽职守，尽心竭诚，当为军人之楷模。还是守义兄知我心。本将军曾受先帝托孤之重，先帝在白帝城驾崩之前，曾机密召见，叮嘱说，他日丞相或有所异志，亦有所提备。令兄马超在世之时，曾与本将军深交，为此也商讨过多次。他也深以先帝之虑为然。李岩将军，庙堂之事，末将身份低微，不敢与问。你不信我？将军，只是家兄已过世6年，末将对此事都闻所未闻，还望将军见谅。既然如此，请便吧。守义将军，我的佩剑。难道将军是不想让马某走出这个房间了？那就要看你是否回心转意。李岩将军，末将心意已决，朝堂之政，还望将军三思。将军请慢。倘若李岩将军奉密诏讨贼，马岱将军还会这么决然吗？密诏？大将军，马岱将军秉性耿直，非陛下诏命不足以动其心呐。马岱将军接旨。李岩将军，末将方才言语无状，还望将军多多海涵。马岱将军可否奉旨？将军奉旨讨贼，虽赴汤蹈火，末将万死不辞。议状。原来如此，将军有诸将辅佐，如众星捧月，何愁大事不成？让马岱将军签字画押。这个自然。
来，为马岱将军的加盟干一杯吧。谢将军。回禀刺史郡守，蜀将诸葛亮率大军出成都，进入汉中。蜀将魏延所部为先锋，先行沿秦岭展开，直指武都、阴平两郡。来得好快。事后还发现，另有一支神秘队伍秘密前行，方向是岐山南侧的出口建威。有多少兵力？还没有准确情报，约有3万之众。你们建军司怎么搞的？到底哪支是蜀军主力？属下即刻再谈。去。是。此次蜀军犯境，兵势诡谲，我暂放弃武都、阴平两郡，退回岐山堡，严守上邽、天水一线。一兵未交，先失两郡，恐怕不好交代。东吴西蜀同时犯境，我军兵力不足以分兵把守，收缩兵力更利于反击。诸将听令，在。天水各部3日内全体拔营，在渭水布阵，正面阻击蜀军。遵命。荀头，你这真是好多了呀！废人依旧。你就知足吧，头。老先生可是说了，经脉错乱成你这样还能站起来，10城里面连1城都没有。现在怎么样？陈桃园，哎，已经好多了，能放下拐自己走几步了。不错，坐下吧。慢点儿。今天见到柳云姑娘了，什么感觉棋子已经落下了，看应手吧。那边林良大哥盯着呢，有什么动静会随时回报的。冯英呢？也盯着呢，没有什么异常。只是昨天晌午的时候，不知道谁在他门上用碳粉画了一个小圈儿。小圈啊？对，很小，要不是他刻意擦去，我也没注意。四师，这可是有效常用的联络方式。你现在还认为他没问题吗？我觉得今天有件事情还挺蹊跷的。什么事？他安排孙令说是要去青石峪的赤岩峰。青石峪？他去干什么？说是要找一个道人给算一卦。他安排什么时候去了吗？说是明早一早去，我估计到那块儿，怎么也得40吧。丞相大军即日抵达南郑，军中事务繁忙，他这个时候求签算卦？他是说司礼这段时间不太平，想去算一卦，看看得罪了哪路神仙。他胡扯！倘若冯英有异动，只能采取断然措施。只可惜，我就是个小小的建安司司尉，怕是拿不下他。反正这件事儿呢，李岩将军这边肯定是走不通的。冯英现在已经是李岩将军的座上红人了。那怎么办呀？之前萧何不是跟我提过吗？所以我找了杨长史，拿了这个丞相府将领。那这样可太好了。
黄大祭酒大驾！恭迎黄大祭酒大驾！有礼。此番我回来，诸葛亮正率大军伐魏，此时正是我们复兴圣教的时机。祭酒发话吧，只要能圣教中兴，吴某头可断，血可流，万死不辞！万死不辞！大家伙都憋了好一阵子了，就等着今天了。好啊，我武仙道现在是曹魏灭蜀吞吴的先锋。郭淮让我来汉中，让我为他做2件事。想问，本教散落各地的人马凑在一起还有多少？还有2、3千人，随时可以召集待命。你带昆坛和镇坛2位长老，集结人马，潜入大散关以北，准备切断蜀军粮道。遵命。曹长老在。你和关奇一起袭击西乡城外的关隘。西乡城外关隘，那不是蜀军攻魏的正道吗？那只是一支暗箭，是给司文曹寻血的。遵命。
此生再没能上阵杀劫了。你替我挡了多少明枪暗箭？姐夫，青云山赤岩峰那边都打听好了，青云道人并未外出云游。嗯，那就好。明日一早上山。啊，丞相大军已出成都，明日申时就到南郑。姐夫去青云山，再早也未必能赶得回来吧？这些你就别管了，照我说的去安排。好，那您早休息，姐夫。哎，辛德。哎。你也早点休息。哎。前日提过的，劳烦通报仙人。仙人已等候多时，请。这是补礼。请。熏头，里边都安排好了，现在抓吗？不用急，等他出来。熏头，看，派人跟上，快！去，是。盯紧了啊！原来是位官爷啊！在下并未身着官服，山人何以知晓？居遗体，养遗气。先生为官20余载，已然浑身官气，岂不自知啊？原来如此，倒是在下孤陋寡闻了。敢问，部相如何呀？山人难道有什么不方便说的吗？倘若先生不见怪，那老夫就直言了。怎会见怪？山人直言不妨。3日之内，先生必有牢狱之灾呀！胡说！你知道我姐夫什么人吗？不得惊扰山人。先生如此大官，想必是参悟生死的高人。虽说生死有命，不知是否还可攘解呀？圣人有云：“君子以致命随志啊。”既然如此，攘解恐也无益了。
一派胡言，妄称仙人二字。命数前定，你又何必赤马仙人？这山人什么东西？搅了姐夫的雅兴，回头从司里找几个侍卫，把他这青云殿全给他拆了。妖言惑众，寻衅滋事，罪不可赦。不许胡闹！本来想讨个好彩头，没想到踩了出口屎。什么事？站住！司文曹冯英曹院在此，来者何人？许许，你是闹的哪出啊？冯曹院，你私通曹魏，泄露机密军情，你被捕了。